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中国央行不会禁止购买或交易国债，但认为国债抢购存在风险。央行向大举增持长期国债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出风险警告，否认了禁止国债交易的传言。另一方面，央行不希望长期收益率持续下跌，认为这不可持续并会导致风险累积。投资者需理解市场可能反转。央行认为恐慌可能导致收益率飙升，引发新宏观风险。近段时间，中国国债交易量暴跌，原因是人们担心决策者会加剧对推低收益率的购债者的打击。当局采取了包括要求国有银行出售债券持仓、召集金融机构开会等措施来抑制热烈的上涨势头。他们最近还开始调查一些小型贷款机构的交易。下一条，台湾的 CTBC 金控提高了对星光金控的收购邀约，出价超过40亿美元，以取得其竞争对手的控股权，创建台湾最大的金融集团。下面这条，欧洲央行官员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纷纷表示，通胀正在大幅回落至既定目标水平，为9月进一步降息提供了信心。接下来这条，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霍尔茨曼警告称，尽管他的几位同事暗示降息，但利率并不一定会在下个月下调。下面这条，图奥斯镇反对星巴克连锁店进驻，原因是历史上的反抗精神对当地文化的冲击和经济影响。当地居民对连锁店持批评态度，并通过抗议活动表达。让我们关注，股票拆分已重新兴起，为普通投资者提供更便宜的进入点。宣布拆分后，成功公司的股价往往会增加 25%， 远高于标普500指数的 12%。 本文提供了3个具有高上行空间的股票拆分股票：英伟达潜在上涨 62%， Cloudflare 潜在上涨 50%， PayPal 潜在上涨 148%。 下面这条，2025年选举结果将对你的财务生活产生深远影响，对养老年金、医疗费用、日常开支、税收等方面可能产生巨大改变。让我们关注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宣布利率将下调，这是13个月来的首次降息。当前通胀已缓解，市场预期此举将提振消费信心和经济活动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讲话中表示，美联储将努力支持经济，从而稳定了市场情绪。市场的恢复为鲍威尔避免经济衰退的目标提供了助力。股市上涨，国债和企业债券 ETF 飙升，恐慌指数大幅下降。接下来这条，卡马拉·哈里斯对于油气产业的立场摇摆不定。尽管民调显示选民认为增产天然气和石油能降低能源成本，但他尚未明确其立场，可能出于战略考虑。接下来，受预期美联储为提振经济而提前大幅放松货币政策的推动，基金经理对黄金的多头押注升至4年多来的最高水平。下一条， Chipotle 任命长期运营主管 Scott Boatwright 担任临时 CEO， 以维持其强劲的销售和利润势头，在低迷的餐饮行业中脱颖而出。让我们关注，开学季即将到来，预计平均家庭在开学开支上花费约875美元，创历史第2高。为了降低开支和压力，建议设定预算，建立应急基金，盘点现有物资，优先购买必需品，尽早购物并留意促销和免税优惠。下一条，美联储应对通胀的信誉有助于其控制通胀，但这是通过加息并兑现恢复物价稳定的承诺才获得的。在美联储加息后，市场才相信美联储对控制通胀是认真的。该研究表明，口头治疗对央行政策的影响有限。最后一条是，英伟达股价卷土重来，即将迎来业绩考验，该公司业绩将影响其他 AI 玩家走势。如果业绩强劲， AI 板块可能重新获得动力。英伟达业绩将对大型科技公司的下一步举措产生关键影响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